费可欣没想到老爷子还记得自己，连忙恭敬地说道：安老先生，您最近还好吧？老爷子点了点头，对费可欣说道：托费小姐的福，我最近一直挺好的。费可欣忙道：安老先生，您可千万别这么说，我这个做晚辈的哪当得起。一旁的安重秋此时也客气地对费可欣点头说道：费小姐你好。费可欣同样恭敬地回应：安先生您好。安重秋一脸关切地问道：费小姐，我想请问一下，我的好兄弟李亚林眼下葬在哪儿了？如果方便的话，劳烦给我个地址，我想去祭拜一下。费可欣还没说话，一旁戴着口罩和墨镜的李亚林忽然开口：安重秋，你李哥还没死呢。李亚林此话一出，把安重秋以及身边的安启山都吓得目瞪口呆。两人都听得出这是李亚林的声音，可是两人都不敢相信眼前的人会是李亚林。毕竟当日在体育馆，那些死士将安家的几名顶尖高手打成了蜂窝，即便他们没亲眼见到李亚林的尸体，也知道首当其冲的李亚林不可能活得下来。而且当日就他们的叶晨也说过，李亚林已经死了，神仙难救，所以他们又怎么能相信李亚林此时能活着出现在他们面前？李亚林眼见安家父子看着自己瞪大眼睛，一言不发，急不可耐地一把扯下口罩和墨镜，脱口道：是我没死。卧槽！安重秋惊骇万分地脱口说道：我他妈不是在做梦吧？你怎么活过来的？一旁的安启山也忍不住叹道：亚林，真是你吗？李亚林点了点头，毕恭毕敬地说道：安叔，真是我。安重秋回过神来，一把上前拍了拍李亚林的脸，又晃了晃他的肩，不可置信又难掩激动地问道：老李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到底……我脑子都不够用了。李亚林长叹一声，感慨道：这可就是小孩没娘，说来话长了。安启山此时欣慰无比地上前将安重秋揽住，连声说道：亚林，不管怎样，你能活着站在这里，我这把老骨头实在是太欣慰了。安重秋也激动难耐，与李亚林紧紧拥抱，哽咽道：老李，你能活着真是太好了，兄弟，我真的是太高兴了。李亚林也不禁红了双眼，感叹道：重秋，当时电梯门打开，无数子弹从我身体穿过的那一刻，我就知道自己死定了。我当时脑子里只顾着担心我的老婆和我的女儿，也担心你们一家，还以为你们也会遭遇不测。听说你们都活着，我也很高兴。老爷子安启山轻叹一声，连忙道：亚林，费小姐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咱们进去说。进去说。安重秋也回过神来，连忙激动无比地说道：对对对，咱们进去说。老李，中午我要跟你一醉方休。安启山又看向费可欣，邀请道：费小姐，如果不嫌弃的话，中午一起留下吃顿便饭吧。费可欣知道安家人一定有很多问题要问自己和李亚林，而且自己也要观察李亚林的回答和表现，以免他说错话或者向安家人透露关键信息。于是他便拱手说道：谢谢安老先生，那晚辈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安启山与安重秋连忙将两人请进安邦大厦，乘坐电梯从楼顶来到顶层。一出电梯，安启山便拉着李亚林直奔会议室。现在安家老少都在会客室等候着，按照老爷子的意思，他们是打算当面向费可欣致谢。安启山将会客室的大门推开，里面坐着的安家老少纷纷站起身来，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，跟在老爷子身后进来的不是费可欣，而是与安家交情莫逆的李亚林。
看到李亚林的这一刻，安家人瞬间炸开了锅，所有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因为他们都坚定地认为李亚林已经死了，而且是受到了安家的牵连。所以当李亚林忽然出现在眼前的时候，在场每一个安家人都仿佛失去了思维能力。安家的老太太此时不可置信地走上前来，开口问老爷子启山：这真的是亚林吗？还是我在做梦，或者我的精神错乱了？是亚林，安启山激动不已地说道，真的是亚林。他没有死，费小姐把他送回来了。众人这才看到跟在后面走进来的费可心。老太太又惊又喜，看着费可心，开口问道：费小姐，能不能告诉我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事发当时安公不是说亚林已经就不回来了吗？费可心如实说道，当时恩公发现李探长大脑还没有死亡，但由于身体伤势过重，所以他觉得李探长已经就不回来了，但他也是不忍李探长白白送命，就想先把李探长的大脑保住，然后再找办法救他。安家人听得瞠目结舌，谁都想不明白，在当时李亚林身体基本全废的情况下，保住大脑有什么用？费可心此时又道，恰好费家投资了一个人体冰冻中心，所以恩公就吩咐我先把李探长带过去冰冻起来，所以这段时间李探长一直都在费家的冰冻中心被冰冻。安重秋惊呼道，就是科学界到现在还没办法证实是否有效的人体冰冻技术。对，费可心点头道，我爷爷当时觉得这可能是把问题交给未来去解决的一个方式，所以就投资了这个冰冻中心。安重秋脱口道，可这技术一直不靠谱啊，这么多年来陆续有人被冰冻，但从来没人被成功解冻的。老李不但解冻了，还生龙活虎，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费可心解释道，是恩公，今日他回到纽约，给了我一颗丹药，让我将李探长解冻，然后把丹药为他服下。我也是将信将疑的照办，但没想到李探长服下丹药之后，身体所受的损伤竟全都恢复了。安重秋一脸震惊，转而看向李亚林，脱口问道，老李，你身上的伤真的都恢复了？李亚林点点头，郑重说道，不光恢复，而且是完完全全的恢复如初，就是连疤痕都没有，就跟从来没受过伤一样。这怎么可能？安重秋感觉世界观都被颠覆了，脱口道，这不成仙术和魔法了吗？李亚林摇头道，不是仙术，也不是魔法，确确实实是一种丹药。说着，李亚林提醒他，你别忘了，当初你跟我说起回春丹的事情时，我也是完全不信的。对，安重秋忽然回过神来，脱口道，回春丹不但能治百病，还能让人年轻10几20岁，听起来确实匪夷所思，只有亲眼见识过它药效的人才知道这东西究竟有多神奇。说着，他连忙看向李亚林，认真道，你吃的这颗丹药更神奇，竟然能起死回生，把你身体所受的伤全部恢复，这简直就是神迹啊！老太太这时候有些激动地问费可心，费小姐，你说恩公来纽约了，不知能不能代我传达一个请求？安家老少3代都很感激他的救命之恩，所以希望能有个机会当面向他道谢。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